誒，好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師，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，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。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號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們來學習新 HSK 第6集的詞彙。好，那今天的詞彙有一點難哦，然後我覺得蠻有趣的，然後大家應該會覺得這樣的語法很特別，在你們的語言裡面也有這樣的一個語法，那中文要怎麼表達？所以今天的課大家一定要專心的聽哦。好，那我們就開始上課吧。今天就不跟大家打招呼了，我們直接來上課。好，那麼跟我念一遍，今天要學的是反問。反問。好，什麼叫反問呢？就是我們直接來看我們的課程哦。好，什麼叫反問呢？反問它可以當作名詞，也可以當作動詞。反問就是用疑問句的形式表達意見，但是不需要對方回答。好，那就是其實你可能問了那個人問題，那個人反而再問你一個問題，這個叫反問。本來是你問他問題，然後他沒有回答你，他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問你，這個叫反問哦。好，英文叫 ask back。好 ，OK， 就是他沒有回答你的問題，他用另外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意見，這個叫反問哦。好，比如說你問理查老師，你有女朋友嗎？結果我不回答你，我不直接回答你，我反而問你說，那你呢？你有沒有女朋友？好，這個叫反問。好，我再說一次哦。比如說你問理查老師，理查老師你有沒有女朋友？我不回答你，我問你，那你呢？你有沒有女朋友？所以通常反問是一個回避問題的方式，或者你反問對方的時候，你不期待對方回答哦。聽得懂嗎？好，喬瑪來了。喬瑪問說，老師你有沒有女朋友？結果老師沒有回答喬瑪，老師反而問喬瑪，那你呢？你有沒有女朋友？所以一般來說你會有反問的這種舉動，通常是第一個，你不想正面回答對方的問題；第二個就是反問的目的，其實你已經有答案了，你心裡有答案了，只不過你用反問的方式來表達你的想法，你不希望，你不需要，不是不希望你不需要对方回答你不需要对方回答好，那麼我們看一下例句。他反問我，難道愛錢嗎？那我覺得這個句子之前一定是我先問他，你為什麼那麼愛錢？你為什麼那麼愛錢呢？每天加班，每天做這麼多工作，你幹嘛那麼累啊？結果他反問我，難道你不愛錢嗎？所以反問句的意思就是他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回答你好，可能他在回避我的問題，或者難道你覺得錢不重要嗎？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你好，聽得懂嗎？好 OK， 好，所以這一句話之前我一定問過他，你這麼累幹嘛？每天加班，每天這麼辛苦賺錢，你一天做3、4個工作，你難道不累嗎？然後他可能會反問我，難道你不愛錢嗎？好的 OK， 那麼我們往下看好，反問句有非常多的例子。通常當你聽到這樣的反問句的時候，你已經知道答案了，其實你也不期待对方回答，对方不需要回答了，你心裡早就有答案了好 OK， 那麼我們
等一下會有非常多的反問句型，我們看看到底這些反問句是什麼意思哦。好，第一個，怎麼你不知道？可能。好，第一個反問句型就是用難道或者怎麼可能來組成一個句子。當你聽到這個難道或怎麼可能的時候，其實對方早就知道了，你知道，你一定知道這件事情哦。好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你一定知道，所以他早就知道，你一定知道這個答案了，他才會這樣子用反問句來問你。難道你不知道嗎？其實你知道，對不對？所以反問句一般來講，你心裡早就知道答案了哦。好，你們都答對了。我們用你開始好了。你怎麼可能不知道？哦，我們先放主語哦。你怎麼可能不知道？你難道不知道嗎？哦，這個怎麼可能一般來說主語會放前面，難道的話主語放前面放後面都可以。難道你不知道嗎？你也可以說你難道不知道嗎？那對方知不知道？他知道，他知道，只不過你用反問句的方式來表達你的想法，其實你心裡知道，他知道。聽得懂嗎？哦，反問句的意思就是你知道答案了，只不過你用反問句的方式來問他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其實他知道。好的，你怎麼可能不知道？你當然知道的意思啊。好，你怎麼可能不知道？就是 Of course you knew it 的意思哦。好 ，OK， 我們再看更多的反問句哦，更多的反問句。好，來，誰不什麼什麼呢？好，這是第二個反問句的例子。誰不愛錢呢？什麼意思？Everyone loves money, of course. 所以當你用這個句型的時候，其實你心裡早就有答案了，它一定是這樣子的哦。誰不愛美女呢？當然大家都愛，所以其實你用反問句，你知道答案是 Everyone loves beautiful girls。哦，所以反問句的用法就是這樣子哦。好。所以如果用難道或者怎麼可能，別人知不知道答案不曉得，但是你一定知道答案。好，瞧嘛，你自己一定知道答案了，你心裡已經有答案了，不管这個答案是對的還是錯的，你心裡知道答案了。哦，好，呢，成功不想誰？你們都寫對了，誰不想成功呢？當然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成功啊。誰不想成功呢？好，你心裡已經有想法了。當然，每個人都想要成功啊。哦，好，這句話反問句的意思其實已經有肯定的答案在你心裡了。哦，好，那別人認不認同你的答案，我不曉得，但是你自己已經有一個答案了。哦，好，誰不想成功呢？ Of course, everyone want to succeed。對不對？哦，好，這是第二個例子。誰不什麼什麼呢？好，誰不愛理查老師的直播課呢？當然大家都愛，對不對？誰不愛理查老師的免費中文直播課呢？當然大家都愛我的直播課呀。哦，好 ，OK， 我們看第三個反問句的例子哦，還不怎麼樣？好，那它的意思就是肯定的意思，比如說，你還不趕快訂閱？你還不趕快訂閱？什麼意思？現在就訂閱。雖然我是用一個疑問句，但是我表達的是現在就做，現在就做這件事情哦。所以你們還不趕快打賞理查老師？什麼意思？那就現在打賞我哦的意思。好，這個也是一種反問句型，其實它的答案是肯定的哦。Hello Breeze， 好，快走，還不你很簡單，對不對？你還不快走，到底要不要走？當然要，你趕快走，趕快走，趕快走。
好，所以你還不快走的意思就是你趕快走，所以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問題，是一個疑問句，其實它的句子是肯定的，快走的意思哦。好，你們聽得懂嗎？好，所以這個第三個例子，你們一定要聽得出來它的意思。你還不快離開，什麼意思？現在就離開 ，Go now, go, get out 的意思哦。好，所以還不怎麼樣，也是一個反問句的例子。你還不快走，它的意思就是現在給我走，現在離開這裡的意思哦。好，我們再看下一個哦。下一個是廣告時間，請大家幫我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每個月$2，請老師喝咖啡。你還沒走，你還沒走啊，也可以啊。你還沒走啊，這個語氣更直接了。你還沒走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哦。好，成為老師的小土豆啊，成為老師的會員。好，那麼我們接下來看更多的反問句的例子啊。當然，反問句太多了，數不清。老師介紹幾個比較常用的。好，你還沒點讚呢，什麼意思？你還沒點讚呢，快點讚。好，哪有什麼什麼的？哪有什麼什麼的？哦，好，比如說哪有人不愛錢的？哪有人不愛錢的？什麼意思？就是大家都愛錢呢。哦，好，所以哪有人不愛小狗狗的？那個小狗狗多可愛啊！哪有人不愛小狗狗的？什麼意思？大家都愛小狗，大家都愛小狗狗。哪有人不愛房價？哪有人不愛豪宅 ？Mansion 哦，哪有人不愛豪宅的？理查老師這麼可愛，哪有人不喜歡理查老師的？好，所以這個哪有什麼什麼的，就是當然我喜歡，當然我愛，當然我要的意思。好，你們已經都把答案寫出來了。哪有人不愛放假的？工作多累多辛苦啊！當然每個人都喜歡放假，最好有半個月的假，有1個月的假。我想出國旅遊，我想在家裡好好休息。哪有人不愛放假的？雅玲說有的人很怕狗，也是哦。好，哪有人不愛放假的？雖然這是一個疑問句，但是答案是肯定的。當然每個人都愛放假。哪有人不愛旅遊？表示其實每個人。我覺得我的網絡好像有點慢，對啊。你們聽得到老師的聲音嗎？哇，我的電腦整個卡掉了，慘了。